进宫请旨的路上，我拦住了赵莲的车驾。他长街勒马，神色不耐。不就请个赐婚圣旨，非要我和你一起？听说太子要娶贵女，莹莹哭得厉害，我得去劝劝她，你自己去吧。我咬了唇，将请婚书递到他手里。世子，可要看上一看。砰的一声，婚书扫落，他纵身上马，满目厌烦。够了，潇潇，我又没说不娶你，有完没完啊？马蹄从婚书上踏过，他没有看到，上面的名字不是他，而是太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乾清殿前，太子也在。圣上当着我们的面写了赐婚的圣旨，只因皇后出宫礼佛，旨意还要等些日子才能下来。出了门，太子拉住我，眸中泛着几分欢喜。潇潇，你终于答应我了。我沉眉思索，斟酌着开了口。敢问殿下，日后准备给徐姑娘什么位分？她微愣。莹莹，姑为何要给她位分？我咬了咬唇。徐莹莹，太子和赵莲的小师妹。据赵莲所言，太子和小师妹感情甚笃，甚至不在意她的孤女出身，有意排除万难娶她做太子妃。而赵莲甘愿成全小师妹和太子，做她强大的后盾，深情之至令人动容。可惜我不是徐莹莹，而是心心念念赵莲10几年的小青梅，与她有过口头婚约的未婚妻。我闭了闭眼，压下心头酸涩。殿下要是有意徐姑娘，也该给她一个身份，总不能让人流浪在外。太子大急，忙摆正我身子，似很是焦急。潇潇，你可是误会了什么？姑只把她当作妹妹，并无男女之意，你是哪里听来的这些话？我忽地睁眼，对上他漆黑的瞳孔，满目澄澈，不似说谎。唇角微扯，我朝他微微一笑。原来如此，不过是有人自作多情罢了。马车没有回府，而是绕道去了枫林院。长公主在办百花宴，邀我已久。然而刚进园子，就被人一箭射穿了帷帽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青丝如瀑，瞬间散乱，形容狼狈。我被带去更衣，经过阁楼，无意间瞥见徐莹莹边耍弄弓箭边嗤笑。二师兄，那就是你的小青梅啊，也不怎么样吗？熟悉的声音紧跟着响起。她不过是个寻常闺阁女子，寡言少趣，自然难及你风华绝代。说话之人正是赵莲。女子似有几分自得，努了努嘴。你那青梅虽呆板无趣，好歹身份贵重，又心悦你，你将就着娶了吧。毕竟我已经有大师兄了，也不忍见你为我孤独终老。赵莲目露苦涩，声音透着几分委屈寂寥。放心吧，师妹，我会娶她的，不会让你为难。倒是你，大师兄毕竟是太子，你莫要与他置气。矮桌上，女子支招胳膊撅着嘴，撒娇地摇晃着赵莲的手臂。还不是太子哥哥太过分，我没名没分地跟着他，他竟然为了皇位想迎娶贵女，这次他不来求我，我才不会理他呢。我没有再听下去，转身而去。10几年的青梅竹马，终究敌不过天降小师妹。出门的时候，我遇上了赵莲，她看起来有些焦急，声音带着埋怨：怎么换这么久？我退了一步，挑眉看她：怎么，你找我？还是说寻到刺客了？她皱眉，目露不悦：怎么说话怎么难听，不过是不小心冲撞了你，哪里就成刺客了？那好，冲撞我的人呢？抓到了没有？她迟疑片刻，点了点头：是莹莹，苍山上的小师妹，在山上玩笑惯了。听说我们要成亲，想看一看你的模样，并无恶意。不如我让她跟你赔个罪，可好？我思索片刻，顾及长公主的面子，到底没有追究。还是那张矮桌，徐莹莹正趴在上面打瞌睡，身上盖着藏青色的大氅，我一眼认出那是赵莲的。听见动静，她起身揉了揉眼睛，目光掠过我，直直看向身后的赵莲，嘟囔着：怎么这么慢？我的烧鸡呢？赵莲苦笑一声，从袖中掏出一个油纸包来，上面泛着热气，可见主人藏得很好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动作，寻我的功夫还能带个烧鸡，真是委屈他了。他小心地将烧鸡撕开递给他，见他狼吞虎咽地吞下一块，这才宠溺地笑道：好了，先别吃了，
说着，亲昵地拍了拍他肩膀，朝我努嘴。这是潇潇，你方才不小心射坏了人的帷帽，还不赶紧敬上一杯赔罪？徐莹莹像是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，她接过赵莲的帕子擦了擦嘴，这才笑嘻嘻地看向我。抱歉啊，穆小姐，我忘记你们闺阁女子不会舞，射个帷帽也能吓成这样，实在是我的不是。其实你大可以放心，我箭术很准，绝不会伤到你的。说完，他亲自倒了杯酒水，递到我手里。赵莲也看过来，期盼地看着我。好了，潇潇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别跟他计较。我拧眉，微微抿了一口，一股辛辣刺入喉咙，像是燃了火，激得我迅速咳嗽起来。耳边传来徐莹莹惊讶的轻笑：“呀，我怎么又忘记了？你们这些闺阁女子是喝不了这么烈的烧刀子的，都怪我拿顺手了。”好一会，我止了咳，一时不察才呛到的，这酒倒也不是不能喝，只不过对面那位就未必了。我笑了笑，重新仰起头一饮而尽，感受着辛辣入口，我抬起头，含笑看他。好了，接下来该徐姑娘你了。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面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终究赌气一般，拿起杯盏就往嘴里灌。果然酒刚入喉就呛到涕泪直流，好不狼狈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神色讥诮，拿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为难别人，何必呢？好一会，他仍是眼泪不止，不住地打酒嗝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双手握拳，拼命地捶打赵莲。我就知道嗝，你的未婚妻根本不喜欢我，他就是故意针对我嗝。赵莲心疼地替他擦眼泪拍背，对我怒目而视。陆潇潇，你在搞什么？莹莹好心给你赔罪，你就是这么对他的？我以前竟不知你这般蛇蝎心肠。我冷笑一声，人心瞎了，看什么都是瞎的。接连几天赵莲都没有来寻我，连我送过去的东西都被下人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。我无奈地问送东西的下人，他看了吗？没有，侯府听说是小姐送过去的，碰都没碰就让我带回去了。说完他又面露犹豫，小声道：小姐不如先不送了，那边的门房说的可难听了，说小姐惹世子生气了，如今上赶着讨好世子，世子不胜其烦什么的。我叹了口气，默默让丫头把箱子带下去。箱子里都是赵莲曾送予我的物件，我不过是想还回去而已。心中烦闷，我约了几个好友出门踏青。午后在四宝胡同逛了几个时辰，直到天色渐晚才归家。没想到刚进花厅，迎面碰上一位不速之客。徐莹莹一身浅绿色衣裙，坐在我母亲身侧，正陪着她说笑。见我进门，她扶着母亲站起来，言笑晏晏：萧姐姐来了，刚才我们还说起你呢。熟人的姿态，仿佛她才是国公府的大小姐。随着她的动作，发间的步摇金光闪烁。我眸光微沉，这分明是我曾赠予赵莲的那只。我上前一步，猛地上前拔下她的步摇，重重地扣在桌面上，强压着怒火。谁准你来的？她呀的一声尖叫，迅速躲到母亲身后。姐姐这是做什么？母亲救我！我心中一个机灵，厉声道：你喊她什么？我娘边安抚她，边不明所以地看着我。怎么回事？不是你说要认应做义妹，给她抬一抬身份，也好嫁给太子的时候不寒酸？我浑身一震，如遭雷劈。因着圣上有言，赐婚圣旨须等皇后回来，我与家中并未说过赐婚一事。良久，我听见自己拔高的嗓音：谁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我娘大急，忙把我拉到一侧：自然是莲哥啊，他特地把人送过来，说是你的意思，还暗示我们好好照看徐小姐，说她是有大造化的，你向来爱重莲哥，徐小姐头上还戴着你的金凤步摇，我怎能不信？炽烈的怒火在胸腔中翻腾，几乎凝成实质，将我彻底吞噬。是赵莲，这只金凤步摇是从她下山归家那天就同我讨要，说是见差如见人。原来她从刚下山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给她心爱的小师妹铺路算计了。徐莹莹是孤女出身，按她这样的身份，哪怕是给太子做侧妃都是不够的，偏偏她还妄想做太子妃。赵莲千方百计的想给她一个贵女身份，竟敢将主意打到我身上，打到定国公府，也不看看她配不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大致和我娘说明了一番原委。
我娘略带忧愁，都是母亲不好，没有多问你一句，只想着你看重世子，生怕他不高兴怪罪你。我心底泛酸，是我一直心心念念要嫁给赵莲，连带着爹娘也跟着我受委屈。不过人带进来了，要赶出去总要有个名头。我双眸微眯，浮起意味不明的笑意。母亲不必为难，谁说非要赶出去？我有个法子。第二日一早，天光刚亮，我正要出门，迎面与风风火火赶过来的赵世子撞上。看到我，他眼睛一亮，晃了晃左手的金弓，朝我挑眉。莹莹的弓箭忘记拿了，我正要送过去，他住哪个院子了？快带我去见他。我瞧着他，目露讥讽。赵世子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。他微愣，继而不耐烦地摆手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点小事若你都做不好，日后还有什么脸面嫁给我做侯府主母？我冷笑一声，疾步而去。他既然想见，给他见就是了。一路上他还在念叨着，莹莹可是未来的太子妃，你平日里静着些，莫要拿国公府那一套规矩束缚她。等她以后入主中宫，你们国公府少不得好处不对，你让莹莹住哪儿了？这怎么像是下人住的地方？我闻所未闻，伸手推门。凌乱的院落里，一身丫鬟装扮的姑娘正挽着袖子，哭哭啼啼地捶打着衣裳。在她身后立着个5大3粗的婆子。听见门响，姑娘转过头来，露出一张委屈通红的脸。赵莲愣怔片刻，猛地转身看向我，面色瞬间铁青。穆潇潇，你竟敢让她做婢女！徐莹莹像是看到了救星，丢了棒槌就扑到她怀里大哭。赵莲心疼地抱住她，傻丫头，你就这么乖乖听话？他们家竟然连个婆子都是会舞的，他们欺负我，我非要太子哥哥诛他们9族不可。赵莲死死地盯着我，怒火中烧。穆潇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阳奉阴违！我们赵家可容不得你这样自作主张的毒妇，休想我再娶你！说罢，拉着人气冲冲地往外走。反倒是徐莹莹，虽哭得厉害，脚下却是不动，看着我又看向赵莲，目光游移，似是有悄悄话要对她说。我耸耸肩，离远了些。好一会，赵莲终于出来，扶着手看向我施舍一般。既然莹莹替你求情，那就算了。莹莹可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就算是争风吃醋也该有个度。等太子殿下来接莹莹的时候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说完甩袖而去。我深深地看了眼默不作声继续洗衣服的徐莹莹，也没有再停留。主院里，我娘正盘算着我的嫁妆，见我进门，慌忙拉着我看嫁妆单子。潇儿快来，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皇上赐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早说，嫁到东宫可不比侯府，得更仔细些才行。我叹了口气，圣旨没下来，娘先别声张。他点点头，面上抑制不住的欢喜。我昨日与你爹说，他高兴坏了。我爹是太子授业恩师，一直希望我嫁给太子。可惜我一心扑在赵莲身上，清醒得太晚了些。我不禁苦笑，我娘似有所觉，担忧地看着我。潇儿，你当真放下赵家那小子了？你若是不愿入宫，趁着圣旨没下来，娘拼了脸面，不要也把婚事给你拦了。我喉中哽咽，轻拥住她。放心吧娘，我愿意的。回房后，郑婆子已经在等我。我半躺在贵妃榻上，漫不经心地侦查。说罢，跟前的婆子神色恭谨，全然不似在徐莹莹跟前的傲慢嚣张。徐姑娘说告诉赵世子，太子要她想办法留在国公府，还说会给她安排身份，好娶她为妻。见我不动声色，她又垂了头，迟疑片刻，咬了咬牙。奴婢还发现一件事，她似乎有身孕了。砰！杯盏重重地搁置在桌案上。我眸色晦暗，一言不发。郑婆子惊了一身冷汗，迟疑着安慰：小姐莫慌，奴婢看得不一定准。她自己知道吗？应当还不知。我摆了摆手，示意她下去。直到人走远了，秋菊才担忧地看着我：小姐，她怎么会有身孕？我嗤笑一声：是太子的。我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。虽然一切早有预料，可亲自证实，终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。若无爱恨纠葛，徐莹莹和赵莲又怎会如此信誓旦旦？到底是师兄妹之情，
还是男女之情，我心中早有答案。只不过皇帝身体大不如前，三皇子又娶了镇国将军嫡女，太子他不敢拿皇位去赌他的爱情而已。他需要定国公府的助力，我亦需要皇后的尊位，各取所需没有错。只是何必装作心属于我，何必骗我呢？秋菊接手给我揉发，叹了口气：那小姐还嫁给太子殿下吗？我合上眼，慢慢放松下来。嫁，为何不嫁？不管是赵衍，亦或是太子，都非我良配。既然如此，不若登上那至高之位，为自己而活，为定国公府而活。自赵莲不再来寻我后，国公府消停多了，连徐莹莹也安心换衣，不再哭哭啼啼，仿佛认命要当一个国公府的婢女。直到市井的流言传出来，现在外面都在说徐莹莹不仅是太子殿下的师妹，还是国公府流落在外的小姐，还说太子殿下有意娶她做太子妃，国公爷才将人带回府的。秋菊愤愤不平地嘟囔着，气得不行。这流言真歹毒，连着老爷太子一起编排了，太子不发作，老爷也不好辟谣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拨弄着茶水里的浮叶，神色淡淡，无妨，等圣旨下来，他们自然会闭嘴。也不知徐莹莹为何就这么笃定她的太子哥哥会选择爱情，这流言便可以看出两人之间隐瞒众多。流言愈演愈烈，甚至说起了太子和小师妹在苍山学艺一些故事，其中不乏有人提起了赵莲心目小师妹默默守护的深情世子。直到3日后，帝后回宫，听闻皇上大喜，接连下了几道赐婚，其中一道便是太子殿下的。几日不出门的徐莹莹一大早就跑到主院来等着，神色焦急。赵莲也早早来了，眸中几分苦涩，几分欣喜。莹莹，你总算要得偿所愿了。徐莹莹装了许久，终于恢复往日里的得意，轻蔑地瞥了我一眼道：二师兄放心，等我当了太子妃，就给你们赐婚。只不过这样的世子夫人，二师兄只怕要好好调教一番了。我没有理会这二人，径直向外走。来宣旨的是太子，身姿如玉，温润雅致。看到徐莹莹在，他微微一愣，眸中划过些许不自在，目光投向我的时候又带了几分柔情。余光中，我看到徐莹莹娇羞地垂下头，我唇边带笑，从容谦和。我突然想知道，当着心上人的面赐婚于我，太子又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国公嫡女穆潇潇娴熟大方，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朕公闻之甚悦，今赐婚皇太子，择日完婚。毫无疑问是我。然而有人不这么认为。宣旨太监的声音刚落，徐莹莹瞬间惨白了脸，她摇摇欲坠，猛地扑过来抓住太子。是谁？殿下，你告诉我赐婚的是谁？你骗我，你骗我，你还是娶了贵女。李承义将人推开，笑意淡了些。小师妹，我对你只有兄妹之情，你怎能平白攀扯于我？若是之前姑做了什么让你产生误会，姑向你赔个不是。说完看向我，情深一片，万不可再胡闹，让我与未婚妻生了间隙。徐莹莹面如死灰，险些跌倒，幸得赵莲在身后及时扶住。我装作惊讶地打量着几人，好心提醒：殿下，到底师门一场，不若将徐姑娘那为妾室。赵莲忽地转头，对我怒目而视：穆潇潇，你怎敢这般羞辱她？太子面色沉下来，不轻不重地出声：赵世子，不可对姑的太子妃无礼。又看向我，声音缓和了些：不必了，潇潇，我与小师妹并无男女之情。徐莹莹终于再忍不住，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李承义又陪了我一会才离去，言语之间想将婚事提前。我微微颔首，听我爹提起，圣上身子愈发不好了，三皇子那边也蓄势待发，太子只怕是急了。转角处，我被赵莲拦住，他双眼通红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穆潇潇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何要抢莹莹的太子妃之位？你不是一心要嫁给我吗？还是说这又是你争风吃醋的手段？也太过了些吧。他看起来气急败坏，目光如剑，几乎将我射穿个窟窿。一时分不清他是心疼徐莹莹更多些，
还是对我不嫁给他的恼羞成怒更多些？我嗤笑一声，朝不远处的下人摆了摆手。很快，一个红木箱子抬了过来。赵莲微愣，似是想起什么，眼睛一亮，眉宇间带了几分倨傲。我知道你送了好几回礼物给我赔罪，我没收，你这是生了我的气。这样吧，你去和殿下说，不愿意做太子妃，说你只想嫁给我，我便收下这些东西原谅你，如何？我简直气笑了，这人哪来的这么大脸？一脚踢向红木箱，沉重的箱盖应声而开，我唇边勾起淡淡的讥讽。赵世子要不要瞧上一瞧，这箱子里究竟是些什么？他不耐地伸头去看，只一眼整个人愣住，脸色铁青。穆潇潇，你竟然早就想与我两清，你怎么敢？他脸色涨红，身子猛地后退一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像是现在才终于意识到争风吃醋是假，不愿嫁他才是真。羞恼混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混在一起，几乎将他淹没。我半合着眼睛，别有意味地轻声开口：太子妃一事已成定局，世子痴恋徐姑娘多年，难道就不曾做他想？他怔住，下意识地反问：什么意思？我微微侧头，低声蛊惑：徐姑娘正是伤心的时候，世子既然爱慕她，为何不亲自娶她呢？他眉心骤然发紧，若有所思。他也该想想了，一个孤女而已，为何太子娶得，他娶不得？赵莲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不出半日，他抱着衣衫不整的徐盈盈在房间苟且的消息传得满府皆知，她被太子抛弃了，不再是人人争抢的宝了。又不是多么身份高贵的女子，她为什么不能拥有她呢？赵莲是个男人，男人总有劣性，别人来抢的总觉得是好的，别人扔下的多少也带了廉价。面对心爱的女子，又是哭倒在他怀里心灰意冷的女子，他把持不住很正常。不过他是真心爱慕她，也愿意娶她给他负责。他已经是个极好的男人了，不想动脑子，我也能猜到赵莲的想法。徐盈盈清醒后大哭了一场，如我所预料的那样，她到底同意这桩婚事。用完晚膳，她来寻我，眼睛里还带着红，见到我仍恨得不行。你同意让我以国公府表小姐的身份出嫁，不就是为了早点打发我吗？你怕对不对？你怕太子哥哥心中有我，怕你的太子妃之位不稳。你赢了，我答应嫁给赵莲，我要李承义悔恨终生，我要让他后悔一辈子。他既然骗我，就要承受失去我的代价。我端了茶，不送。瞧，恋爱脑的思维就是很简单。赵莲的婚期与太子和我的定在了同一天，这是徐盈盈要求的，我无所谓，随便他折腾。凤冠霞帔，洞房花烛。太子挑开喜帕，笑意盈盈地望着我：潇潇，姑终于娶到你了。任谁来看，都是一个终于得偿所愿的羞涩新郎模样，只可惜虚伪至极，令人作呕。我面上含笑，亦是无限娇羞。喜烛燃烧，红帐飘摇，同床异梦，不过如此。夜半，我做了噩梦，梦里我在做皇后的第3年，被李承义一杯毒饮镇杀，而他拥着徐盈盈立在我面前，神色恨恨。都怪你，朕才委屈了盈盈多年，还假模假样的让朕纳盈盈为妃。笑话，朕的盈盈只做皇后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做这个梦，就像之前一直梦见我嫁给了赵莲，被冷落孤独终老一般。后者我避开了，前者我也绝不会让它实现。李承义被我惊醒，轻柔地为我披上衣服。怎么了，潇潇？可是做噩梦了？温润的面孔同梦里狰狞的脸重合在一起，我压下心底的波涛，报之一笑：无事。不知等你得知徐盈嫁人了，还能不能仍心无芥蒂地娶她做皇后？他叹了口气，将我揽在怀中。定是姑做得不好，才让潇潇做噩梦了。我笑着摇了摇头。殿下待我是再好不过的，我还有哪里不满足？他顿了片刻，像是想起什么，迟疑着开口：潇潇，小师妹与我到底师兄妹一场，可惜身份低微了些，不如让国公认她做义女。日后我给她寻个良人嫁了，也算对得起她一片心意，你觉得如何？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认她做义女是为了好以后取代我的身份吧？我笑着点点头。
这些哪里需要殿下操心？今日我们成婚，也是徐姑娘的大喜之日呢。他瞬间制住，他跟谁大喜？自然是和赵莲赵世子，世子爱慕他已久，总算得偿所愿。他大惊，怎么可能？赵世子不是说娶你府上的表小姐？徐姑娘就是表小姐啊，我和殿下想到一起去了，想着到底是殿下的师妹。徐姑娘要出嫁，总要给她一个身份才是。殿下，你说妾身是不是想得很周到？身后的呼吸声加重了些，良久我听到了几近咬牙切齿的声音，是很周到。次日一早，我与太子进宫请安，御花园内正巧碰上赵莲带着徐盈盈问安太后，八目相对，除了我，皆红了眼。赵莲脸上的欢喜在见到我和太子紧握的手骤然消失，太子眉眼含笑，只眼底压下万千波涛，望着徐盈抿着唇一言不发，捏着我的手阵阵发紧。徐盈盈亦同样望着他，倔强地咬紧下唇，渲然欲泣欲说还休，最终轻哼一声别过头去。赵莲这才想起他，见到两人的神色，脸色更绿了，隐隐有蔓延到头顶的趋势。请安后，皇后单独留了太子叙话，我闲来无事四处逛逛。后山一角，熟悉的声音隐约传来：盈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何要嫁给赵莲？是太子。我犹豫片刻，隐藏起身子。姑让母后帮忙引开潇潇，就是为了来寻你，你就是这样对姑的。徐盈盈声音带着哭腔：你骗我，你让我进国公府，你还娶穆潇潇，你既然能骗我，我为何不能嫁给别人？太子负手踱步，带着压抑的怒气：我让你去国公府是为了以后取代穆潇潇的，结果你好端端的在流言里乱加坏我计划。我好不容易让穆潇潇劝他父亲认你做养女，结果转头就听见你嫁给赵莲的消息，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人？徐盈盈愣住，哭得更厉害了。你骂我蠢？还不是你自己非要娶贵女，反倒来怨我。好一会，太子叹了口气，将人揽在身上，轻拍他的肩膀：好了，别哭了，姑也是没办法，姑实在不敢拿皇位去赌，不告诉你实情也是怕你承受不住。姑实在没想到你竟然会嫁给别人，不过还好，赵世子一向听你的，你先应付他些时日，等我坐稳了皇位，再想法子把你接进宫。你放心，皇后的位子只能是你的。他一番话情真意切，听得徐盈盈感动不已，抱着他大哭起来。回府的途中，太子心情极好，对着我柔情蜜意，侃侃而谈，很是体贴。也是，江山美人尽在他手，能不得意吗？李承义的想法是对的，在他娶我的那一刻起，定国公的筹码就全压在了太子身上。我爹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必然是大动作。三皇子一党很快溃不成军。定国公府，府医为我诊脉，三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。老太医轻咳了一声，捋了捋胡子：太子妃的确有身孕了。我爹笑得看不见眼：好，好得很。李承义那厮既然敢对不起你，去负留子，扶持外孙儿登基倒也不是不行。老虎不发威，都当老子是病猫呢，竟然还敢散播老子流言。要不是你当初拦着，早就该给他们颜色瞧瞧了。白瞎你娘对我又捶又打。赵世子那边近来也很是热闹，听闻徐盈盈有了身孕，都2个月了，这就尴尬了。世子夫人进门才将1月多，何来的2个月身孕？赵莲咬着牙承认是自己的种，她偷摸着想打掉孩子，徐盈盈哭闹着不同意。太子这边因着关键时刻顾及着国公府，也不敢出面说话，任由赵莲和徐盈盈闹得天翻地覆。我当笑话一样说给太子听，反正都是他的骨肉，不过早1个月生而已，也不知世子闹些什么，总不会怀疑孩子不是他的吧？李承义眼神闪烁，笑容勉强：怎么会，小师妹向来自爱，应当是世子多虑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丧钟敲响了，太子精神一振，忙不迭地往宫里赶。我望向暗沉的天色，沉默不语。皇帝驾崩，要变天了。一众命妇进宫哭灵，包括世子妃徐盈盈。太子哭了好几场，憔悴的厉害，偏又整个人凝神抖擞。徐盈盈的变故我是猜得到的，
所以他浑身是血找上我的时候，我并不震惊。他整个人浑浑噩噩，状若疯癫。穆潇潇，他是个混账，嫁给他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他要杀我们的孩子，他竟然骗我喝落胎药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明明说过会对我好的，为何骗了我一次又一次？其实没有为什么，在他身孕月份不对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他这一胎就保不住了。许多人都在明里暗里的揣度，他的骨肉是太子的。尤其圣上并天，三皇子一党贼心不死，都在想拿这件事来做文章。太子不是傻子，赵莲做不了，只有他亲自来做了。只是没想到徐盈盈性子这么烈，愤恨之下鱼死网破。我伤了他的命根子，哈哈。他面色惨白，笑容疯癫，近乎绝望。他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让他这辈子断子绝孙，哈哈。他被乱箭射死，罪名是谋杀太子。此时李承义昏迷不醒，不知他若是看到，是否还会有一丝痛心。赵莲带走了徐盈盈的尸体，他神色呆滞，行尸走肉一般。路过我的时候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潇潇，是否与你有关？我安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他惨然一笑，罢了，说这些没有意义，终究他负了他，我亦负了你。李承义的伤被瞒了下来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他拖着残败的身子登上了皇位。三皇子并非没有作妖，还好我爹早有准备，登基一事也算顺利。李承义握着我的手，感激涕零。潇潇，姑以后只有你了，以后你的孩子就是朕的皇太子。对于徐盈盈，他提也未提。男人不管有多少情深，在牵扯到自身利益上，都会变得无足轻重。尤其徐盈盈害得他不能人道，他更是恨得不行。永安侯府被牵连夺爵，赵莲被贬为庶人。没多久，暗卫来报，赵莲思念亡妻失足落水而亡。我知道是李承义的手笔，他没了命根子，性子变得阴晴不定，手段愈发雷霆狠辣。他记恨徐盈盈，更记恨赵莲，自然不会让他们活着，就如同我也不会让他活着。次年6月，我产下一子，李承义大喜，亲封为皇太子，赐名李环。他抱着李环仰天长啸：徐盈盈啊，徐盈盈，你想让我断子绝孙，哪里就这么容易了？连老天都在帮我，哈哈。说罢，突然神情滞住，眼珠僵硬，口角歪斜流涎。新帝兴奋过度中风的消息瞬间传遍朝野上下。我将孩子递给奶娘，温柔地替李承义掖好被角。他早已说不出来，只乌压压地伸手比划。太医来诊脉，只说大限将至。我叹了口气，哭得更伤心了些。等人走后，我又凑到李承义耳边：陛下，有件事臣妾怕再不告诉你就没有机会了。环儿她不是你的骨肉，也是臣妾不好，太想要一个孩子了，就接连睡了9位公子。李承义目眦欲裂，抖着手说不出话来。陛下是想问，到底是谁的孩子？臣妾也说不明白。9位公子各有姿色，说起来，陛下你也是有可能的，10中有1的概率呢。我掩着嘴，似笑非笑。他终于再也忍不住，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欺人者终被人欺，他也该体会体会这等滋味了。10年7月，新帝驾崩，太子李环继位，皇太后穆潇潇垂帘听政。自此以后，夜夜再无噩梦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